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富察贵人和甄嬛先后有孕，华妃也按耐不住了，让年羹尧派一个外面的靠谱的大夫来给自己诊治。这个被派到宫里来的人就是陈大夫，他不仅是青海一带的名医，而且自从年羹尧到了青海，就一直在身边伺候着，说是年羹尧的亲信也不过分。陈大夫既然医术了得，当然能诊得出华妃用麝香已久，深入肌理，已经不能再怀孕。但是对于此事，他却守口如瓶。有人觉得陈大夫入宫之后之所以能这么听话，是源于太后身边的竹溪姑姑的点拨。然而竹溪是在陈大夫从翊坤宫出来之后才见他的，在此之前做成这场局的关键另有其人，他就是景仁宫的首领太监江福海。江福海在剧中出场不多，但这个人物是非常厉害的。否则本次陈大夫入宫，太后本应该派自己宫中的首领太监与竹溪一起执行任务。景仁宫与翊坤宫向来不睦，派江福海接送陈大夫，难免让华妃起疑。而太后最终选定江福海，大概是因为江福海比太后宫中的首领太监综合素质高出太多，也更值得信任。江福海在这次任务中主要起到3点作用。从江福海接陈大夫时说，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有名的杏林圣手，这句话中可以得知，太后和皇后在陈大夫入宫之前是做过背调的。他们不仅对陈大夫的医术有耳闻，对于陈大夫的为人也有个大概的了解。但是百闻不如一见，陈大夫究竟是不是像别人口中说的那样聪明、机敏和圆滑，还是要通过自己人亲自接触做出判断。江福海在接人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探虚实的作用。他先是恭维陈大夫医术高，继而特意提到太后，让陈大夫心有忌惮。这个过程中，陈大夫不仅对答如流，而且言语间有分寸，整个人的姿态也是谦逊而顺从的。在接人这一环节中，江福海按照太后和皇后的嘱托，又将陈大夫带到太医院。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狠角色，那就是院判张弥。张弥在和陈大夫沟通的过程中，他的状态很松弛，甚至喜笑颜开，仿佛和一个老乡随意聊着家常。就是在这谈笑间，华妃娘娘最得皇上宠爱，前后有20多位太医为她诊过脉等关键信息被抛出。其实这个时候，陈大夫虽然还没看过脉案，但已经心中有数了。前后有20多位太医为华妃诊过脉，都没诊出什么问题，那他也必须与这20位太医保持统一口径，不然非但会得罪了这20位太医，更不知道会动了哪个大人物的利益，让自己和家人深受牵连。想到这些，陈大夫说，临行前年大将军让老朽慎重给娘娘请脉，老朽心中甚是不安啊。幸好事先和太医谈过，否则也是战战兢兢啊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，接了华妃这个单子，我也很棘手啊。幸好你们给我指了个方向，我现在终于知道往哪走了。张弥听懂了陈大夫的意思，所以他的回复不是谦逊之词，而是哈哈一笑，说这就对了。在陈大夫和张弥谈话的时候，江福海没出现在镜头中，但实际上他应该是一直站在不远处作陪的。他作陪的目的依然是判断陈大夫这个人够不够聪明，能不能懂张弥的意思。如果陈大夫是个愚钝、听不懂话的憨憨，或是油盐不进的老顽固，江福海是不会把他直接带去见华妃的。陈大夫从翊坤宫出来去见竹溪的时候，依然是由江福海引路。也就是说，在陈大夫给华妃诊脉的过程中，江福海一直等在华妃房间外。正因为这样，当陈大夫说娘娘万安，华妃问既然如此，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的时候，陈大夫有一个眼睛从下向外瞟的动作。这个动作表明他在揣度怎么说，也表明他对等在门外的江福海十分忌惮。此处我们不得不提华妃，她简直就是太后和皇后团队的神助攻。陈大夫不管怎么说也是伺候在年羹尧身边的人，是年羹尧的亲信。华妃对陈大夫非但不客气，还用100两银子能砸死人来恐吓他。在陈大夫看来，既然华妃暗示你若不能把我的病调理好，
我就要你命。而华妃中麝香毒已经多年，很难调养好，为了保命，那她只能说娘娘万安，把不能有孕这个锅甩给心情。反正心情这个东西，谁能数得准？心情不好，也没有一个判断标准。焦虑到一晚上睡不着觉，算心情不好；被下人不小心打碎杯子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也可以叫心情不好。可怜的华妃被陈大夫扯着心情正面大旗转圈混弄，还美滋滋乐颠颠的赏了他100两银子和2000两银票。当陈大夫从华妃房间出来之后，江福海从他在门外听到的一言半语，以及翊坤宫里欢喜的氛围中，已经可以判断出这件事办成了。事儿办成了，江福海也高兴，因此他才逗陈大夫：“今天不热啊，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，出这么多汗？”说罢，自己忍不住笑。紧接着，江福海把陈大夫引到竹溪姑姑的房间，这时竹溪善后的作用才得以体现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：陈大夫在见到竹溪之前，有没有可能想着先出宫脱身，等见到年羹尧之后，再把华妃的身体情况如实相告？胖妮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。从陈大夫入宫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中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。年羹尧和华妃一样，性情暴躁。陈大夫将华妃被人陷害的事情捅出去，如果年羹尧信了他，他就会成为太医院那20来位太医以及太后的敌人，下场肯定好不了。如果年羹尧不信他，再派一个人去宫中复诊，而这个人若是一个比他更上道的，和太医们一起咬死了说华妃没病，届时他将百口莫辩，恐被年羹尧碎尸万段。陈大夫唯一的顾虑就是，如果今日他欺骗了华妃和年羹尧，那么他的谎言有没有可能被识破？万一宫中有哪位太医日后说了实话，自己和家人不是要倒大霉了吗？竹溪所说的太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，等于给了陈大夫一个承诺，也等于对他进行了安抚。而从陈大夫进宫这件事看来，前期太后和皇后联手做的局，真的比以往曹琴墨做的局高太多。仅从选人来看，江福海办事稳妥，面带凶相，所以他的职责是对陈大夫进行判断，并给对方以威慑。竹溪姑姑是女性，处事风格也偏向于柔和，她的作用在于消除了陈大夫的后顾之忧。而在江福海和竹溪之间，到底是江福海的作用更大一些，责任也更重一些，他才是令陈大夫听话的关键人物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